这里是火力军的信息频道，今天为大家整理一下近期全球最新的军事讯息。一个时代的落幕，美军最强常规航母小鹰号即将被拆解，乌克兰阿夫迪卡焦炭厂或许成为第二个亚速钢铁厂，冷战怪兽将赴乌克兰，英德联手援乌 M270 火箭炮。精彩节目即将开始。一个时代的落幕，美军最强常规航母小鹰号即将被拆解。2002年5月31日，美国海军退役的航母小鹰号抵达了其生命的终点——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市的国际拆船有限公司。这艘强大的航母结束了其最后一次航行。这次航行从华盛顿州的布雷莫顿出发，在拖船拖拽下航行了4个半月。由于这艘航母实在太大，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因此要绕过整个南美洲，最终抵达拆船厂。不久之后，该公司将对其进行拆除。美国海军最后一艘常规动力大型航母将香消玉殒。为了纪念这艘航母，大量当地民众赶往海滩，以其瞻仰这艘航母的最后遗容。小鹰号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常规动力航母，其满载排水量高达81700吨，远高于英国现在最先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比法国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母差不多大了1倍。小鹰号航母服役期间曾长期部署在日本，是美国海军第7舰队的象征。小鹰号载有第15舰载机联队，下辖9个飞机中队，全盛时期能够携带各型战机近100架，包括20架 F-14A 熊猫战斗机、24架 FA-18CD 大黄蜂战斗机、16架 A-6E 入侵者攻击机、4架 E-2C 鹰眼预警机、4架 EA-6B 徘徊者电子战飞机、6架 S-3B 北欧海盗反潜机、6架 SH-60F海鹰反潜直升机、2架 HH-60H 海鹰救援直升机。不过，这样一艘战斗力强悍的航母，也最终抵挡不住岁月的侵蚀，最终在2009年5月12日退役封存。美国海军也由此实现了航母的全面核动力化。退役的小鹰号一直处于闲置状态。原先民间曾有美国要将小鹰号出售给印度的说法，售价只要1美元，但条件是必须购买超级大黄蜂舰载机。但如今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已经在印度进行滑跃测试，而小鹰号却被美国送到了拆船厂。有人认为这是美国背信弃义，不可能真的将小鹰号卖给印度，毕竟它的战斗力比维克拉玛蒂亚号和维克兰特号加起来都要高得多。但要火力军分析来看，问题可能就出在1美元上。对于印度的军购来说，无论多贵都不怕，怕的就是1美元的报价。自从印度当年从俄罗斯手中花1美元购买二手航母后，印度就患上了1美元综合症，一听到1美元就直哆嗦，后面不知道还要掏多少真金白银。正所谓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小鹰号的生意能不慌吗？无人问津的小鹰号最终以1美分的象征价格出售给了国际拆船有限公司。话说回来，美军其他航母被拆的时候都是价值1美元，这个1美分的售价实在是有点侮辱小鹰号了。小鹰号将在美墨边境的南帕德里岛拆船厂结束自己辉煌的一生，这对于我们这些陪伴他一起成长的军迷来讲万分感慨。乌克兰阿夫迪夫卡焦炭厂或许成为第2个亚速钢铁厂。位于乌东顿巴斯边缘地区的战略重地阿夫迪夫卡焦炭厂很有可能成为乌克兰军队的第2个亚速钢铁厂。由于此前8年的乌东战争，这个焦炭厂被建设得异常坚固。阿夫迪夫卡位于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距离州府顿涅茨克市仅22公里。该工厂本是乌克兰最大的焦炭生产厂，由乌克兰最大的钢铁巨头美藤公司拥有，而美藤公司以及之前的亚速钢铁厂都是乌克兰亿万富翁雷纳托·阿克梅托夫的财产。最关键的是，这是一家大型焦炭厂。该工厂含有大量的硝酸铵和氨，并且还有许多剧毒的焦化物，一旦处理不当被引爆，将摧毁半径为20公里的所有生物。因此，该工厂对于双方而言易守难攻，俄军会顾及引爆化学品，从而使其成为第2个亚速钢铁厂。阿夫迪夫卡焦炭厂与马里乌波尔的伊里奇工厂非常相似，比亚速钢铁厂小3倍，有更坚固的地下基地。与亚速钢铁厂相比，2家工厂差异较大。亚速钢铁厂是一座冶金厂，最初是为了后方城市的防御计划而建造的，乌军用了8年将它系统的变成了一个设防区域。
阿夫迪夫卡焦炭厂最初是一个前线区域，几公里外都是顿涅茨克机场和检查站。阿夫迪夫卡工业区是攻城必进的桥头堡，这意味着阿夫迪夫卡的战斗将是残酷的。更何况阿夫迪夫卡市本身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设防区，拥有乌克兰大量驻军，正面攻击很难成功，从侧翼攻击也非常困难。但总的来讲，无论是多么坚固的堡垒，只要被围困得不到补给，其内部的守军终归是死路一条。显然乌军总参谋也是明白这个道理，似乎只是在阿夫迪夫卡焦化厂和工业区留下了部分掩护部队，以减缓俄军向卢甘斯克地区的推进。冷战怪兽将赴乌克兰，英德联手援乌 M270 火箭炮。2022年6月1日，美国政府宣布向乌克兰援助4套 M142海马斯自行火箭炮，这一举措再次掀起了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援助火箭炮的热潮。最近，德国和英国宣布准备向乌克兰移交海马斯火箭炮的加强版 M270 火箭炮。德国报纸《德塔格斯明镜报》6月1日报道，德国政府打算向乌克兰援助 M270 火箭炮系统，并已经与美国达成了相应协议，预计将于6月底交付给乌克兰。目前德军拥有158套 M270 火箭炮系统。M270 虽然早在海马斯之前就已经设计研制并装备部队，但其作战效能高于海马斯，其拥有12连装227毫米模块化发射装置，而海马斯只有6连装。M270 拥有履带式行进底盘，而海马斯装在轮式越野卡车上，显然履带底盘更适合乌克兰泥泞的道路环境。M270 火箭炮被誉为钢铁雨，令其名声大振是海湾战争。海湾战争期间，美军共有230辆 M270 火箭炮参战，共发射了 1.7 万枚火箭弹。伊拉克军队士兵称 M270 要比战斧导弹恐怖得多，他们把曾经遭 M77 子母弹密集覆盖杀伤的场面比喻为钢铁雨从天而降。美军战后报告总结称，一个包含3辆 M270 自行火箭炮的火箭炮排，一次齐射的威力相当于12个 M190 自行榴弹炮营共288门自行火炮的威力。德国联邦国防军装备的 M270 火箭炮是美制原型的改进型，其能够发射德国制导的 M31 Mars 2火箭弹，这种火箭弹带有很浓重的冷战色彩。因为其能够布设 AT-2 反坦克地雷，在冷战期间，联邦德国位于东西方冷战的最前沿，要抵挡苏军西部集群上万辆坦克的钢铁洪流，因此布设反坦克雷场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迟滞的办法。AT-2 反坦克雷是一种空心装药的地雷，大小约像一个普通的油封盒子，不论用什么工具都可以抛射布设地雷。这种雷在解脱保险时间能靠一种折叠大架支撑直立起来，随后伸出一根导线，当坦克装甲车辆驶过时，不论是履带或是车体触到了传位器，都能引爆地雷，从而给车辆造成严重破坏。与此同时，英国也请求美国允许将英军中的 M270V1 火箭炮系统移交给乌克兰。英国军队目前拥有44套 M270V1 火箭炮，相当于美国现代化版本的 M270A1，配备了先进的 IFCS 火控系统，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弹道导弹。但这一导弹并不在向乌克兰转让的名单中。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你认为这2款英德援助的火箭炮在未来乌克兰战场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